哎，为什么我的加拿大家人全部诊断出了营养不良和贫血呢？最近这件事儿随着张大铁的到访破案了。这次俺家俩孩子去加拿大是因为啥呢？因为温迪说自己身体不好，想看看孩子，说自己近来经常眩晕乏力，检查出来严重的营养不良，严重贫血。巧了，我的2个小姑子也检查出来一样的毛病，那到底为什么呢？按说也是发达国家的人，日子过得也行啊。那么，请随着张大铁的视角，我们走进科学，事实的真相很快就浮出了水面。先说早餐是循环制，135脆麦片泡奶，246粘麦片泡水，疯狂星期日吃脚后跟披萨，4厘米厚的披萨，5厘米的饼皮，那个披萨上边的料哈，薄的很难说是料，就是一层披萨的纹身。早饭营养含量低也就还好，午饭晚饭那才叫赶尽杀绝。第一天中午，温迪跟张大铁说，给你吃顿地道的加拿大菜。一上来薯条，晚上说咱们换一个风味，吃另一个地道的加拿大菜。一上来薯条，张大铁问这不一样吗？温迪说不一样，这个叫胖薯条。看孩子们吃的都有点积食了。第二天大胖媳妇过生日，温迪觉得这么重要的日子，决定领孩子们去吃一顿国宴，这个是加拿大真正的国菜。温迪说那多少人来加拿大就为吃这一口？这道菜叫 poutine， 还是薯条。4天过去了，加拿大传来了坏消息，张拿铁从落地加拿大以后一直没有拉。拿铁说我需要拉粑粑。温迪说哦，我也喜欢拉布布。爸妈爱你拉粑粑。Everybody loves Labubu, but I have no money. No money. 那我在这边还是有点着急，我跟温迪真诚沟通，我说孩子呢是第一次出国，你能不能帮我带孩子吃一口不是预制菜的热乎的他熟悉的吃的？温迪说没问题，我领他去吃烧烤。因为温迪在农村有一个亲戚叫保罗，说保罗呀是一个烧烤大师，远近闻名的手艺。那张大铁也是满怀期待，坐了5个小时的车，一起去了保罗家，看到保罗架起了熟悉的烤炉，点上了人间烟火，张大铁眼含热泪，想起了铁岭的味道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大厨保罗从冰箱里掏出刚在1元店抢的纯淀粉肠，摆了一排。张大铁问还烤别的吗？保罗说当然，一会儿都烤上。保罗烤一切，然后烤上了爆米花和棉花糖，没有肥瘦，没有肉筋，也没有味儿啊。这一餐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顿烧烤。拿铁没受过这种委屈，从小喝的奶都是更适合咱中国宝宝体质的飞鹤卓瑞奶粉，人家是采用新一代鲜活科技，2倍活性，6倍吸收，能保留更多活性营养，给孩子养得很好。要不说飞鹤能连续4年全球销量第1呢？经过了为期10几天的忆苦思甜训练营，孩子们终于踏上了回乡之路。拿铁一路静悄悄，感觉心情很糟糕。Farewell Canada, we're going home. 回到家，他看到我给他准备的热面条那一刻，怎么说呢？这应该就是全天下游子们的心吧。你不抱抱妈妈呀？哎呀，你光想面条不想妈呀？哎，我老公跟他儿子拿铁共枕的第1个夜晚，把拿铁给睡丢了。昨天我跟翟耀达睡一屋，拿铁跟我老公睡一屋。我原以为这么安排让他们爷俩能增进一下感情，结果早上起来我一推门，哎呀妈呀，他爸那大呼噜打的就跟那野狼哭白火似的，嘹亮中透着凄惨。拿铁一人在地上独酌。我说你们爷俩睡得分崩离析的，那拿铁咋还让你睡地上去了呢？你睡觉时候推拿了？我就使劲推他，咋推也推不醒。但是每次遇到这种情况，我都用这招。哎，你说要说他鼻子好使吧，他那呼噜打的跟那个驴要做肠镜似的。你说他鼻子不好使吧，闻着硬菜跟诈尸似的，渺小。西兰花还不好使，我尝试过，必须得是有荤腥的。我就赶紧问他，我说拿铁呢？迷糊的。那跟你在中国的吗？我说那么你呢？你在也门呢啊？他才清醒过来，往周围看。哎妈，孩子呢？我说你赶紧找啊，他也不着急。哎呀，没事儿，他能跑哪去？肯定在这屋呢。现在出门多难呢。还说我，你就操心操太多了。人家孩子可能就想在地上睡，接地气是很重要的，就从瓷砖饭往里接。我说那他没有背睡觉多冷啊！我老公说他冷了，他才知道以后睡觉要在被底下睡，别逃窜。你看他自己那儿啥事没有，那就是不冷。然后我就想起来，我女儿小时候，我一天晚上起了3回给她盖被。我婆婆完全不理解，问我：“亲爱的，你怎么这么辛苦？我的小甜心，我生了3个孩子，我从来没有半夜起来过1次给他们盖被。我也是要睡觉的，我也是要生活的。他们动着我就动着了，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”我说温迪啊，你们家的3个孩子也很难说是好好的。你没看着你儿子在铁岭蹦蹦床上，那别人一看那雪人就是被冻着过。但是也有好处，挺金活。你给他热度，他也不化，这玩意儿。咱们呢也不知道我婆婆和我老公这种野代方式到底有没有道理，也许有。但是我一想到孩子晚上睡觉踢被、乱动、挨冻，我受不了。所以我和大胖媳妇选的是这款曼西的小红心睡袋。曼西一直做各种母婴产品，所以非常了解妈妈们的痛点。我不知道你们家小宝宝有没有这个问题，就晚上睡觉特别容易出汗。这
皮在天凉的时候最闹心，盖多了怕捂着，盖少了还容易着凉。这款睡袋呢特别有智慧，因为它的汗液只会单向的排出去，不会堆积和反渗。你不信的话，我给你看啊。你看里面一碰到这个汗液，就出现独角兽的印花图案。通过面料内层将这个汗液排出去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既全身保暖，同时又透气。孩子热了呢，把热量储存起来；孩子冷了再给它释放出来，让它保持在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。而且拿铁睡觉的时候，我会用这个小袖口把它小拳头给它包住，让冷空气不再有钻空子的机会。以后我大胖媳妇再跟我展示她的冰雪才艺，我也得给她套上一个这么多才多艺的一个雪人。你说我捧在手里怕掉了，放在厕所怕化了。哎呦我的妈！我真的不建议外国人在中国自学汉语。我公公在中国瞎学汉语翻车，一个粉丝当场翻脸。要不是我出面好好解释，俺家就塌房了。我公公这个加拿大老头来到中国以后，对一切都有一颗旺盛的好奇心和探索欲，别人说啥他都想学，想学呢又不会跟周围的中国人沟通，只能求助于另外一个外国人。这一瓶子不满给半瓶咣当当老师，教学成果是啥样呢？你们看一下公开课吧。我们去吃饭，上了一道羊蝎子，大胖媳妇就想跟他爸显摆自己熟悉每一道中国美食，就问我羊蝎子。张是颜色。然后他呢又去教他爸，离他爸一共2米远，路上背了6遍羊蝎子羊蝎子羊蝎子。但是啊，这外国人背汉语词儿，他必须得一气呵成，一旦打岔全记串。这是火箭子，火箭子。I like good dress。我靠，火箭子。还有呢，我们家前阵聚餐，我二姨夫老姨夫跟布莱恩喝酒，我二姨夫看布莱恩喝得太慢，就跟布莱恩说，来，走一个，你得走一个。布莱恩就问大胖姐这啥意思？大胖姐说走一个就是让你快点。布莱恩说，所以中国人想让你快点，就说走一个。大胖姐说，当然不是，只有东北人。布莱恩对于这个新词儿跃跃欲试啊，到处找机会用，但最贴切的使用还当属布莱恩尿急那一回。走一个，拿铁，走一个，拿铁。你都啥样了？我还没有拉完呢。把门给我关上，把门给我关上。我真舍不得布莱恩走，他很喜欢中国，我还想带他旅游呢，但他后背有伤，坐飞机挺痛苦。我给他准备了 BKT 护腰坐姿椅 Plus 版，加大加宽，专为大体重人群研发，采用人体工学设计，坐下自然贴合腰背，像双手托着一样，缓解腰背空缺压力，随时随地护腰。但是这老头也真给我惹祸呀！你发现没？当一个人学外语的时候，好词儿他不爱学，就爱学那些损词儿，才能显得自己学的地道。在东北的时候，你们知道大胖媳妇跟我爸关系很好，因为他嘴甜，会捧臭脚。今年过年喝酒，大胖媳妇跟布莱恩夸我爸，那夸上天了，都说我老丈人大作家，一年呢写900多本书，你让他现在给你写个书法，那你回加拿大过海关你都得报备，因为你携带文物。我爸听了那就高兴，但有点不好意思，就跟大胖媳妇说，你滚一边去。大胖媳妇一听滚一边去，跟布莱恩说，听着这个词儿没？每次我老丈人一说滚一边去，就说明我夸到了他心趴上。布莱恩说，那滚一边是啥意思？大胖媳妇说，实话实说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大差不差，就是人被夸的时候表达一种窃喜吧。离别之时啊，布莱恩就开始瞎用。我爸说，不然你一定要再来啊，中国人民都很喜欢你。我厉害呀！我爸问我，他说的啥？我说这是法语。回到北京，我们去了博物馆，到那儿布莱恩也参与了中华传统文化小课堂，模仿古人做壁画。这时候有个粉丝认出来他了，画的这也太好了。滚一边去！